好，我们来涂这个扇子，调一个颜色来涂这个扇子啊。用太白，看一下用太白，然后赭石、胭脂、朱砂吧，朱砂赭石。好，来调一个这个涂扇子的颜色。现在这里是太白啊，太白加点水，太白加水哈，加这个朱标、朱砂都行啊。我现在弄的是这个朱砂，应该是朱标哈，应该是朱标。好，太白里面加了朱标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赭石。好，加一点点赭石。把这个藤黄加一点进来试一下，加一点藤黄。所以你们看课程要看这个我加了什么颜色进来，自己在课程里面看。像这些一幅作品里面很多颜色我没有办法说一一的写上去，也觉得太复杂。大家已经学到这一种170多节课的时候，就不需要那么仔细啊。总感觉这个颜色还没有达到想要的这种效果，是什么情况呢？加点焦茶，再来点焦茶色，来点焦茶，就是没有达到想要的这种颜色。这个颜色怎么调的？配色放在上面一下，把那个配色放在屏幕上面一下。好，现在加了一点焦茶。好，再加一点焦茶，再加一点焦茶进来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再往上拉一点点，来看一下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好，我们来涂这个扇子啊，涂这个扇子，隔一隔涂一次啊，因为这个颜色不是所有的每一个都涂一样的颜色，我们待会儿要有深浅变化。不对，我涂错了，应该是这边的。哎，就这样吧，隔一个涂一个深色，隔一个涂啊，隔一个涂一个这个颜色，待会儿另外一个要涂一个不一样的颜色，要分出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，这个扇子会看着更加有这个，它就不是平面的了。
好，这个是这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颜色再加一些颜色。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啊，接着上一次的没画完的接着画。上次这幅作品没有画完，咱们今天接着画。好，我们接着先把这个扇子先涂一遍啊。因为这个扇子前面咱们录的时候有一点点没有录到，就是我涂这个深色的时候，就是前面的颜色基础上再加了一点这个焦茶，就让颜色更深一点啊。加了一点焦茶，应该是加了一点墨。那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扇子这个深浅的这个变化还不够强烈。如果这个深浅变化再对比更大一点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一边浅色的加白，还是这个深色的加深啊？深色的就是在浅色上面再加了一点焦茶，加了一点墨，所以比它更深一点点的颜色。然后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浅色的让它再更浅一点，好不好？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对比关系还不是很强烈。咱们把这个浅色的再调一点这个，当然要当它半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去补充它的这个颜色会更好。现在是完全干了，现在是完全干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这个太白。就加点太白，我们来上一次颜色啊，用这个太白上一次。太白加一点点水，把它调和一下。好，加一点水，把它调和一下。然后我们先涂一下，试一下。就是稀一点的太白，不要太浓了啊。稀一点了啊，不要太浓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用太白，再把这一边浅色这一块再加一层薄薄的太白上来，加了水啊，兑了水的太白，薄薄的加一层。好，用水调和，薄薄的加一层啊，把它再亮一点啊，让它的这个颜色再亮一个度。好，加一层这个太白，薄薄的一层，兑了水的这个太白。可能你要反复杀2次，这个它才会上，因为现在它只是干的。好，我们加一层薄薄的太白，就是为了把这个颜色再提亮一点啊，让它的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更加明显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看它的深浅变化层次更明显一点，它会显得
这个扇子这个折的这种感觉会更明显，因为我们等它干了之后看它感觉两个颜色还是有点相近，所以我们现在又来调整它的颜色。好，更立体是吧？对，就是加了一层之后显得更立体一点，确实。
哇，这涂了一次，感觉它白了一点，但是这还是马上它又变浅了一点。我们再来扫一次啊。好，我们再把剩余的这个太白啊扫进来。好，咱们把这个白色浅色这一部分加白之后，它会显得更加立体，是吧？是吧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个扇子，我们接着上一次，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啊，处理一下这个扇子。我看一下这个边上，我们涂一点什么颜色？扇子的边，还有这一块啊，涂一点什么颜色好？这一块咱们就涂黑色吧。这块咱们就涂黑色，这个把这里我们就涂黑色好了。黑色或者是蓝色，用太青蓝吧，用太青蓝，用花青吧，用花青，深一点的啊，直接涂深一点，然后加一点墨吧。花青加点墨，把这个扇子的这个把涂成这个黑色。涂完黑色之后，我们到后面可能还会去处理。像这些作品就比较繁琐，比较麻烦一点，大家都要有耐心哈。画画一定要有耐心哦。好，这个花青加墨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花青加墨。也可以加一点太青蓝吧，再加一点太青蓝吧，让它稍微亮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，花青加墨加太青蓝。好，这里是调的花青加墨加太青蓝。扇子我们最后还要去配景，看是画一点，画这个这一条直接下来，画花或者是写字，你们说写字还是画花呢？扇子上你们感觉是写字还是画画？配一点画还是配一点字好？
这里还要留一个边啊，不要那么窄啊，我们2个合成一个。好，太干了，我们加一丁点水进来，水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。刮一下笔上。要留一个边出来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那说一下，叫他们不要说话。好，留一个边出来啊。或者是你要是觉得它这样子太慢，咱们也可以直接把它涂掉啊。待会儿我们最后再用太白稍微画一点太白，把这个扇子骨，对，扇子骨，我一下没想起来怎么说啊。待会儿我们再用太白去提，这样子那就快一点啊，就用快的方法，可以用快的方法，咱们就先把它直接涂掉了。就可能这样子画，就会觉得有点着急哈，有点慢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涂掉了。好，就直接把它涂掉。好，直接涂一片黑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朋友吓到了？这一片黑，这一片黑又是咋回事？好，我们待会儿再来整理啊。整理还要等它干一点啊，这太湿了，现在太湿了。等干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提一点线出来啊，不然太慢了，一点点的涂，像涂工笔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边加一个颜色。这个边我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呢？用一个这个朱砂吧。用朱砂，
笔没有洗干净。涂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把笔稍微洗干净一点点。朱砂来看一下，我发现要厚涂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薄涂不行。薄涂的话，它里面的这个黑线很明显，咱们厚涂就不加水，只要笔上有湿润就可以啊，有一点点湿润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加太多水进来。我们来厚涂直接可以覆盖，就厚涂可以覆盖不想要的这个线哈，厚涂可以把不想要的线把它覆盖掉。就稍微加一点点水，让它能够走得动就行了。就是如果太干了，它肯定是走不动的，你的笔走不动，只要能走动的情况下就行。你看有一些线它是画的不是很标准，错了，我们可以用颜色去覆盖它，所以我们都要厚涂。这个扇子要有一点筋墨会更好。涂完这个，我们边上还可以涂一层，涂一个金边，这个扇子会显得可能会更好看吧。好，扇子的这一边也把它涂上吧。再用我们的勾线笔啊，我们的这个画花心的这一支吧，画花心的这支笔会更小一点，用这个土黄色吧，土黄色大家有吧？没有土黄，用这个鹅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没有土黄的朋友，有没有土黄？你们有没有土黄？没有土黄，用这个鹅黄加赭石，哈。好，这里再来一条线啊，这个线真的不太明显。
所以家人们，如果说有金墨，用金墨去画啊，我这里画的看不怎么见啊，看不怎么明显。你们有金墨的家人们，直接用金墨去画这个线啊，外边这一条线，用金墨，这个还是不行啊。还是看不见啊，看不见，画完也看不见。还是得要买一个金墨回来吧。后面这里还有一点啊，后面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要涂上这个扇骨的颜色。还是直接全部涂上，待会儿我们再去找它的这个线条出来。为什么先把这个涂上？因为这幅画有可能会做底色。如果我们要做底色，我们现在不涂上，我们到时候又要等它干，可能要等很久。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扇子这一部分涂上。但是这里面如果我们要写字的话，后面再写都没有关系。大家都说扇子上写字，到时候待会儿我们就在扇子上写字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花。你看这个不做底色的话，这张纸都已经很脏了，因为上次画的时候不小心弄了很多这个颜料在这个旁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画2朵花。好，我们在上面这里啊，在这一张纸上面，我们这个是哪一个？是哪个配色的？在这上面啊，在这里来画一朵花，不要跟下面这一朵花正对着哈，跟下面这朵花稍微错开一点点，错开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颜色还是用之前一样的颜色。来，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啊，前面的这个颜色。放在屏幕里面，我们把这个要用的颜色先挤出来。太白3绿胭脂也要调，底色也要调，底色还是要调一个。我还是把这个花放在上面让大家看着，然后咱们来调色，好不好？还是这一个颜色，还是这种颜色啊，同色系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调底色，底色可以调稀一点点，因为这个花的话颜色是比较深，所以咱们可以把底色调稀一点啊。底色太白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啊，这个笔上一次没有洗干净，它会出现这种状况。会粘到一起，所以我们用完之后啊，尽量把笔可以洗干净一点，把水分吸干，放着它就不容易坏啊，没有那么容易坏。如果没有洗干净，然后放到下一次画的时候，它可能这个毛就有一些会粘到一起啊，会粘到一起。然后这个整个它的毛它没有那么软，会有一点点发硬，因为前面有颜色没有洗干净。捏一下啊，它粘到一起了，那个颜料干了，它会粘到一起。好，调一个底色啊，这个底色的话，很稀，
基本上跟纯牛奶是差不多了，很稀的一个底色。因为咱们画的是这个比较深色一点的花，所以可以调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深的、比较稀的一个底色。好，我们的花的颜色是鹅黄，大红加藤黄。大红加藤黄，上面这2朵花颜色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，可以浅一点或者深一点。然后曙红胭脂，好，咱们把这个藤黄和大红搅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藤黄，不是藤黄，是鹅黄。我们先调一层鹅黄，再比度啊。所有家人们，我们先调一层鹅黄，再比度。好，下一朵花，然后我们画构图的这一朵花，看到了吗？构图里面的这一朵花，它跟下面这朵花不要直对，稍微偏一点哈，斜一点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层这个鹅黄哈，先调一层鹅黄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，调大红。好，笔尖调这个曙红，好就可以了啊。我们画反半，先画反半。画反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颜色那么深哈，不用颜色那么深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。好，镜头中间啊，来，在这个地方开始。好，这一朵的话，颜色就稍微偏，跟上面朵颜色会有一点点区别哈。边画我们边去补充颜色，画一个花瓣，基本上我们也要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现在搭架子啊，画的都是这个反瓣，所有的花瓣都是反瓣，补充颜色，补充大红，补充曙红，全部画的是反瓣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有一些深一点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，加一丁点胭脂，像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让它稍微深一点点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推加点，不要一笔直接下去啊，推加点这样子的形式，我们画出来这个花瓣，它就会更加有这个，它就不会说一个花瓣是圆乎乎的啊。画完之后有缺口的地方，有些花瓣我们可以顺便的用笔尖上剩余的颜色，在这个缺口下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它的一些纹路，花瓣里面它会有一些深浅的这种线条一样的这种纹路，咱们可以把它体现出来。好，再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我们目前还没怎么用胭脂，只是刚刚在这个缺口这里啊用到了胭脂。画花的所有的用笔全部是错锋，画花全部用错锋来画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层，再来一层，我们可以稍微花瓣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，不是小一点，它其实就是花瓣窄一点点啊，窄一点点，让它有所不同啊。好，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，每次补充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
再来一个侧瓣。好，这个侧瓣的话很小啊，很小很窄。那我们下一个可以画大一点啊。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点曙红。这个时候笔上的这个鹅黄现在没有了，咱们再来补充一点鹅黄。那我讲的时候，我补充颜色的时候我会讲，但是不会每一次都拿在镜头下，拿来拿去的会有一点怕把颜色弄脏了啊。好，补充一点鹅黄，然后补充一点大红，然后笔尖上补充一点曙红，颜色依次调均匀哈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，画这个花才会好看。好，这一层哈，这一层我们又可以再宽一点啊，这个花瓣有宽的有窄的啊，点加推的这种方式啊去画这个花瓣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，不要一下子补充太多了。好，补充一点点曙红。好，再来一层啊。再来一层，我们又要窄一点点哈，每一层的这个变化，微微的这种变化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花心的位置啊，花心的位置基本上是在这一块。好，这里这些缺口这里啊，依然可以回一下笔啊，笔上没有颜色，回笔都看不见。可以稍稍的回一点笔就可以了啊，隐隐约约有回笔的这种感觉就行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鹅黄，补充一点鹅黄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这里来一个侧面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啊，笔尖补充一点点曙红。然后这边两边慢慢的可以让它包起来了。好，笔尖补充一丁点曙红。好，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加一些反瓣啊，加多一些层次，加一些层次进来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啊，这里可以再加一些层次啊。好，基本上这么多花瓣，这朵花它不是一个主花，上面的两朵花有一点侧面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这个里面这个缝隙有点大，咱们再来补充一个小的花瓣。当然，我们待会儿大的花瓣一定也要搭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。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好看，大家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补充正瓣啊，补充正瓣，我们笔上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笔肚先轻轻的去补充一点点底色，不要一下子补太多了啊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瓣，我们先把这一侧的花瓣先补上。这一侧因为可以把它做一个浅色虚的地方，我们把这个花瓣补充浅一点点的，先调一层鹅黄，然后调大红，调曙红，颜色由深到浅啊，不要直接这个曙红不要成一条线啊，一定要
一定要把它调均匀。哎，笔尖可以加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小的缝隙里面啊补上一些深一点的颜色进来。好，这里可以先补充一层花瓣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，一丁点胭脂是可以的。好，这里来补充一个花瓣啊，一个正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鹅黄，补充一点大红。笔尖再来一点曙红，一丁点胭脂哈，不要太多胭脂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。笔上干了啊，没有水分了，干了有点画不动了。好，可以顺势的回一下笔。这个花瓣就让它这样子吧，稍微有一点这个笔干了。大家看到，你看这个笔干了，它这个毛就有点散开了，看到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补充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补充鹅黄，补充一点鹅黄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笔尖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，不要太多。好，不要以直接推过来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点曙红。好，慢慢到这边，我们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鹅黄，一点大红，一点曙红，颜色依次的去把它调均匀，颜色是一定要把它调均匀啊。好，这花瓣要有起伏啊，有高有矮。好，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现在笔上又干了，我们又得去补充底色了啊！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还是一样啊，先补充鹅黄，然后补充这个大红。现在看着水分有一点点大，为什么看得出水分有点大？咱们在调色的时候，你看一下盘子里掉了太多的这个水出来，说明水分有点大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就是画得快的家人们还可以啊，但是画得慢，它这个水分就很容易跑了啊，就控制不好，调不均匀，所以自己去观察这个水分大还是小，从盘子里，咱们调色盘里就能看得到。好，这里这一个花瓣也画比较大一点点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回笔太深了啊，就是你们回笔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啊，擦掉一下。如果说发现这个笔尖上太深了，你去回笔啊就不行啊。笔尖上太深的回笔就太明显了，就不太好看。一定回笔的时候笔尖上要浅啊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基本上把这个笔肚上的这个底色都用完了，咱们又要开始补充一点点了。就是你画大花瓣就用这个底色用特别快，画小花瓣就可以一笔补充一次底色的，可以用很多次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点这个鹅黄，补充一丁点大红。为什么我补充这一点点颜色？因为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，这一块啊，是哪一块？这一块吧。哎，还是有点深哈，
色上之后补充一点点颜色，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深，不要那么深，咱们把这个颜色擦掉一点点，或者是洗一下，把笔去洗一下，这个上面的颜色想要更浅一点，把笔洗一下。就是大家不用怕麻烦，你要想画好一幅作品，就要细心耐心一点点哈。先把笔洗一下，然后重新去补充底色，保持笔上干净。这个每个花瓣的颜色层次才会体现的更加细致一些。好，洗了笔之后，我们就调一点点这个鹅黄进来啊，调一点点鹅黄，调一丁点这个大红在笔尖上就行了。好，画出一些这种小一点的这种虚的花瓣，笔尖上可以有一点点红色，来回一下笔。啊，更浅一点点啊，更浅一点点，让颜色慢慢的由深到浅，慢慢的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。我们现在是这一朵花，我们是先把这个外围先画上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再展开其他的花瓣，再继续展开花瓣。待会儿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叶子。在这里啊，画一些叶子挡住这一朵花，挡住一部分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，现在可以补充多一点啊，补充多一点颜色。笔上又干了，我感觉还是干了，再补充一点点底色，然后调鹅黄哈，调鹅黄，先调鹅黄，调多一点哈，现在调很饱满啊，可以调多一点颜色，画这个底下或者是这个补充里面的空隙。那我们的颜色要深一点，补充多一点颜色，补充多一点颜色。笔上水分太大了，我们要控制一下。就我现在看到这个笔上水分又有一点大，咱们可以拿纸巾稍微吸一下。好，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啊，让笔肚里面都有颜色饱满。先调鹅黄、大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。这个时候曙红也可以调多一点啊。然后再去调胭脂哈，当你曙红调的够多的时候，前面的这个红色调的够多的时候，你再去调胭脂，胭脂这个颜色就是黑红的。如果你前面颜色调的不够饱满的时候，你去调胭脂，胭脂就是灰的，就有点花灰的感觉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有些家人们说，为什么我调的胭脂会灰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好，这里出来一个花瓣啊，看一下这个花瓣想要多长，也可以再拉长一点啊，再拉长一点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先把这些缝隙里面的正半先补上啊。这里面颜色是比较深一点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胭脂，缺口的地方让它颜色让它最深。好，再来一点曙红，来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补充正半的地方啊，这些缺口的地方把它补上颜色，缺口的地方是最深的地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大红，一点点曙红，一点点胭脂。感觉这个缺口这里啊，层次还是稍微少了一点点，咱们再来加一层花瓣啊。好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越到中间这个花瓣，它的颜色会越深。好，再来一点点胭脂哈，来一点点胭脂，这里还可以再加一层。笔尖再来加一点胭脂。
好，里面还有层次。这个胭脂有一点点没有调开，咱们再来复一下笔啊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瓣。来，我们底下再来加一个大花瓣啊，再多调点颜色，调点鹅黄、大红，调饱满一些啊。这个时候把笔睡在盘子里，大家看一下，把整个笔都放进盘子里去啊，把整个笔放进盘子里去调，把颜色拉出来，把整个笔肚都调饱颜色。好，调大红、曙红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曙红多一点，大红少一点，让它的颜色会显得暗一点点，然后胭脂多一点哈，然后胭脂多一点，这样它的颜色会有一些变化。好，底下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可以重复一点在这边来，然后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哪里还需要加花瓣，需要加花瓣的地方我们再来加哈，需要加花瓣的地方可以再加。来，再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不要补太多了。我这一下感觉补的太多，补太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吸掉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了啊。好，哇，这个笔上有点太红了一点点，红了没关系啊，我画底下花瓣可以深一点，大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还是依次的去调这个颜色啊。好，这底下加一个花瓣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。现在洗一下笔，因为想要后面我们不想要那么深的时候，颜色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重新补充这个底色进来，保持笔上干净哦。好，在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，调一点点这个鹅黄，调一点点鹅黄，调一点点大红，一丁点曙红，颜色稍微浅一点点。看一下这个花瓣不在哪里好。好，用点加推的这种方式去补充。再过来一点，慢慢去，因为你画到最后你得慢下来，前面你就大胆的去画，因为到最后要看整个花型的时候，是对这个花型的一个关键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得要慢一点哈，慢一点。然后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一点花瓣呢？好，这个上面再补充一点这个碎一点的、虚一点的这个花瓣啊，稍微碎一点的啊，去点出来，点出一些碎一点的层次出来啊。好，点出一些碎一点的层次出来。让这个浅色地方更浅一点点啊，让浅色地方更浅一点。好，基本上这个画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啊。
花无正形，不一定说每一朵花咱们就要画着圆，两边一边多一边少也是可以的。这朵花大家喜欢吗？就是每一朵花咱们都把它画出不同的这个姿态，整幅作品才会更好看。咱们不像传统的画法，就一幅作品里面的花，所有的花都长得差不多，那样子的话，你看一眼就把整幅作品都看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让我们的画面看了还有看头，就是有更多的看头，不是说一眼看穿了。就是很多的花就是这样子哈，一幅作品的颜色在一个调上，每朵花在一个调上，每朵花的姿态形状在一个调上，那你这一幅作品啊，这个就只能说，到时候别人就只能说你是行话，因为一眼就把你的所有的看完了。咱们要让画面中有看头。好，这个是花心，花心最深的地方，待会儿我们在里面加上一些花心。这朵它也是一个包菜心，有一个侧面稍微朝上一点点的这种包菜心。喜欢这朵花吗？好，咱们把笔洗一下。好，这个上面再来一朵啊。侧边再来一朵。好，笔洗了之后，我们来调底色，我们画下一朵。好，调完底色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来，我们下一朵啊，下一朵继续，还是一样的颜色。先调鹅黄，先调鹅黄，再调大红。好，笔尖调曙红，笔尖调曙红。咱们这种画法就是调色上啊，就是调色，你把调色过关了啊，调色第一关过了之后，其他的都好。所以说，一定要，所以说为什么基础啊一直强调，一直在强调要把基础打扎实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调色都在基础里面。基础里面会讲调色问题解答，调色问题解答1、2、3、4啊，大家都仔细的去听，仔细的去看，多看几遍啊。好，补充这个大红，补充曙红，可以笔尖可以来一丁点的胭脂啊。好，这一个也是一个侧面的啊，再来补充一点鹅黄，补充一点大红。我笔上现在水分有一点点大，补充鹅黄、大红、曙红，一丁点胭脂哈，不要太多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一朵花就更侧面了，更加侧面，就只能看得到半朵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画一些侧瓣啊，笔尖补充一点点曙红啊，还是要有一点点深浅变化。好，底下再来一个反瓣啊，补充一点点曙红。来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点大红就可以了啊。我们画一点点这个稍微浅一点的花瓣，笔尖上也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笔尖上要有深色。
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补充一点深一点的啊，浅色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来加深一点的花瓣了，加一点鹅黄，加大红，调多一点了。现在可以调多一点颜色，刚刚调少一点。反瓣的时候咱们颜色调少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到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调多一点啊，调深一点，让它这个深浅变化才会出得来哈。一朵花一定要调出它的颜色的一个深浅变化，才它的层次才出得来。就我点评作业经常有给大家说哈，就有些我们的新朋友他理解的很到位，就是把这个颜色的层次调得很好，就是它的花瓣花型组合都还不是很熟练，但是把颜色层次画得很好，我都会特意的去提出来表扬的，因为这个颜色层次非常重要，就是体现在调色上啊。所以调色至关重要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多练基础。每一个新朋友加入到咱们学习队伍之后，不要着急去画作品啊。就是你刚开始一加入到咱们学习的话，你就去画作品，就迫不及待的去画作品，这是对你学习的这个，到时候你会心急的。你不但你会觉得自己学起来很吃力。你还会觉得老师讲的不够仔细，因为你没有看基础，你直接看后面的作品，那作品肯定是比基础难嘛，是不是？作品肯定比基础难，到时候你会怪说老师讲的不够细，因为老师把基础都讲在前面啊，你们要看基础啊，先学基础，好不好？把基础打扎实，你再画后面的作品，你会觉得非常得心应手了。就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就是刚开始学也是比较着急，然后的话又觉得总是画不到自己那么满意啊，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最后又从头再去学基础，之后马上开悟了。学完再重新去听一下基础，你会感悟会更深了。好，这个花瓣有点碎，把它整一点点啊。好，现在笔上稍微有一点点干，咱们加一点点底色，然后先还是调这个鹅黄，调大红。当然，如果说有天赋特别强的朋友，你直接学作品能够学好，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就是看自己个人啊，一定是看个人。你如果说完全这个可能学习能力没那么，就是天赋没那么高，就是当然我们学习画画的每个人都是有天赋的，只要你喜欢画画，你一定是有天赋的。好。然后调曙红，调胭脂哈，调曙红，调胭脂。这里来补充一个正瓣啊，你看补充正瓣的颜色都是比较深一点。好，来调这个大红，调曙红，调胭脂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大花瓣啊，推加点啊。像这些地方也可以回一下笔，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大红，补充一点曙红。好，来把底下这个，我们把这个花瓣画了啊。
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里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可以先补充一层啊，再补充一点胭脂，再来加一层。好，缺口的地方啊，可以回一下笔。来看一下这些花瓣啊，感觉这个花瓣还可以再加大一点。这个花瓣加大一点哈，有点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笔上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这个就是画一个这个比较侧一点的花瓣，补充一点底色，再补充多一点颜色，补充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好，从这里再来一个花瓣。哎，这个花瓣的话一定要小心哈，胭脂多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就跟前面这个花瓣有一些相交集的地方，一定要小心啊。好，把这里细心一点啊，细心一点去收拾一下它的这个交集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前面这朵花给蹭出来。好，回一下笔啊。基本上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就画成这样子，差不多。把这个花瓣再拉长一点点。好，可以了啊。这朵花就这样吧啊。一朵侧面的，如果说底下还要再加一个花瓣也行，再加一个啊。再调一点鹅黄，一点点大红，一点曙红，一丁点胭脂，一丁点胭脂啊。意思在这里再来一个这个反瓣啊，再来一个反瓣，再来包一个正瓣，再掉一个花瓣下来，多调点颜色啊。这个时候多调点大红，调点曙红。这个时候胭脂可以多一点啊。曙红调的够饱满的时候，这个胭脂颜色非常好看啊。好，这个深浅变化有点不够明显，因为刚刚这个反瓣颜色画的有点深，所以我们再加深一点啊，把这个跟它俩交接的地方，这个花瓣再加深一点点，加深一点，把它的层次才能体现出来啊，不然这个花瓣啊，它糊到一起了。好，可以回一下笔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或者这朵花底下看不到叶子，直接把这里都加上这个深色的这个花瓣，直接用这个胭脂哈。
好，可以了啊。这一朵就是一朵侧面的，2朵其实都是侧面的，但是后面一朵为什么让它深？就是让它这个深的衬出前面这一朵浅的，这个浅的才会衬得更美、更好看。